狄公子。啊，秦娘，谷里又出事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江大人让我给徐子木找身干净的衣服送过去。最近谷里接二连三的出事，您可要小心呀。秦娘，狄仁杰有一事相问。啊，公子请讲。你手中这袍子是从何而来？我在库房里拿的，怎么了？你昨天给徐子木和楚尚元换上的可是这种袍子？正是。库房里有多少？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来，不过库房里有账本，上面应该有记录的。那可否带我去一看？好，多谢。请。这就是账本，上面记着山庄物品的日常使用。袍子8件，这里面4件，楚尚元1件，徐子木1件，你手里1件，总共7件。怎么还少了1件？秦娘，这个库房里面的钥匙有几把？就1把，在我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只有你可以进来。对。那这个钥匙有交给过其他人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怎么了，狄公子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你的嫌疑就是最大的。狄公子，我没有杀害徐子木。今天一天我都待在山庄里，下人们可以为我作证。秦娘，不急不急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多谢狄公子信哎，任。秦娘在这个山庄里生活也有一些年头了吧？是啊，20多年了，从未离开这儿，也不知道外面变成什么样子了。那为什么不出去走走呢？待在这里不闷吗？都习惯了。老爷和夫人走得早，小姐孤身一人，我要是走了，就没人照顾她了。那坊间所传鸢尾谷女鬼，是因何而起啊？啊，狄公子，那些都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谣言，你切莫相信。我知道。那个传言所指的鸢尾谷女鬼，应该就是静秋姐姐的母亲吧？狄公子果然聪明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可是，夫人她真的是被冤枉的。她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杀害老爷呢？那杜明义死的前后有异常情况吗？应该没有。有生人来过吗？生人？要说生人的话，应该是有生人进来。什么人？几个木匠。木匠？对。当时夫人怀了小姐，老爷想给小姐新盖一间房子，所以请了几个木匠来。多少人？约莫10几个人。他们的名字你记得住吗？这我实在记不起来。不过老爷给他们发工钱的时候，好像账本里有记录，我给你找找。好。木匠。哦，公子请看，这几个木匠的名字都在上面。这个田伯为什么没有记？我看看。哦，公子你看，这个木匠的名字旁边有个“退”字，
也许此人中途就离开了吧。那秦娘见过他吗？当时我一直伺候在夫人的身边，木匠做工是在后院，我一直也没有问过公事。就算是见过的话，可能这名字和人，我也对不上了。有劳了，秦娘。不客气。告辞。哎，我说你们几个怎么就那么坐得住啊？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我可坐不住了。你们说说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喝什么呀你？哎，秦娘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？我去库房查过，确实少了一件袍子，应该就是凶手在杀死徐子木之后留在山坡上那件。那这么说来，凶手肯定就是秦娘了。不是他，他一天都在山庄里。有人作证，应该是另有其人，而且是跟秦娘很亲近的人。怎么讲？因为库房的钥匙只有秦娘才有，凶手肯定是接近秦娘的时候拿到钥匙，再去库房拿到那个袍子的。可是整个木然山庄和秦娘走得很近的人，除了静秋，就是太傅大人。不过他们也不可能杀死高大成和徐子木两个人吧？绝对不是他们两个。他们有不在场的证明，而且没有杀人动机，肯定不是他们。莫阳，你看什么呢？我在看这块石头啊，这个石头跟我房间里那块特别像，不过我的比它好看。这块石头有什么好看的？啊？我房间里也有一块。我房里也有一块。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，好像这个山庄每个房间都有一块石头吧？你们的房间都有一块石头？对啊。对啊。不，有一间厢房没有。哪间？我应该知道凶手是如何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了。哎，小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你们看，我就说了吧，这石头在这儿。没可能啊！我发现高大成尸体那天，这石头不在啊。是不是你记错了？不对，这块石头之前被人搬动过，这里有一些搬动的痕迹。那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对，谢王公子推断，我们之所以一直没有抓住凶手，是我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还记得白天我们用了曹冲称象的方法，想找到把高大成尸体吊到树上面那个人吗？能把高大成尸体吊起来的人，除了长孙润泽，就没有其他人了。但是地上的脚印跟他的脚码不符合。是凶手用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，改变了自己的体重。你是说，那块石头？以凶手的体重，的确无法吊起高大成的尸体，但是，他抱着这块石头，从高处跳下的话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很多人都有嫌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之前所有的推理，不是要推翻了吗？如果说凶手能够想到这样的办法来掩饰身份，那这个人也太厉害了吧？我想，懂得用这个办法的人，一定对一些物象知识有了解。难道
这个凶手是一个工匠。工匠，木匠，难道是那个人谁？20年前那个人。喂，20年前谁？你一气儿说完行不行？急死人了！ 20年前那个人也有可能是杀死杜明义的那个人。抓贼呀！抓贼呀！快来人呐！抓贼呀！怎么回事？我们丢了一匹马。什么？出什么事了？大人，有人偷了我们一匹马。啊？有没有看见往什么方向跑了？没有，我发现的时候。 马已经不见了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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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楚公子不见了。什么？他上哪儿去了？小人也不知道。楚大人，令郎这个时候能上哪儿去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只是让他去马圈看看马，以备明日之用。哎呀，天这么晚了，太不安全了。我不是让你们守在屋子跟前吗？这人怎么就平白无故的消失了呢？我去了一趟茅房，回来以后。 就发现楚公子不在了。哎呀，这匹马有可能是楚尚元偷的。他会不会是想夜里离开原尾谷？大家去看看。走。哎，元芳，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大人，这些马蹄印是朝哪个方向去的？原尾谷。什么？原尾谷？这半夜3更的，这不寻死吗？是啊，从来没有人能在晚上活着从原尾谷出来。这楚尚元，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？太傅大人，有一件事想向您请教。你说，这鸢尾谷是否藏有奇珍异宝啊？你说的不错，这鸢尾谷确实埋藏着一些珍宝。那是在前朝的时候了，有位将军。 因兵变失败，便把一些宝物埋藏在鸢尾谷。后来有人到鸢尾谷去寻宝，不是死就是疯。这也就是这些年来民间传说在鸢尾谷有鬼魂出没的真正原因。那就对了。天人姐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今天我看见楚尚元手上戴了一个戒指，一看就知道很明白。 他在来的时候，我没有看见他戴上这个戒指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在山上找鸢尾花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宝藏。嗯，不是无意，应该是计划的发现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家尚元岂是贪财之人？更何况我们楚家，又不缺这点钱。这里的钱不是一点点钱，是富可敌国的宝藏。那你这么说，楚尚元此次前来，为的就是得到那批价值连城的宝藏？嗯，好个楚尚元呐！楚遂良，这件事情，你事先知不知道？太傅大人，遂良真的不知情啊！哼！各位大人，现在这么晚了。 如果再上山的话，恐怕会有些危险吧。我看这样吧，从山庄到鸢尾谷，至少也要1个时辰的时间。如果1个时辰之后，楚尚元还没回来，我们就一起上山去找他。如果那座桥没被烧毁的话，
从山庄到鸢尾谷只要半炷香的时间，现在我们却要绕整整一大圈子了。哎，长孙大人去哪里了？他刚才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吗？对呀，人呢？哎，小伙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长孙大人最近一直鬼鬼祟祟的？依我看，凶手绝对是他。真有潜力，是不是？我看，诸位还是先回山庄吧。估计今天晚上是难以入眠了。我让秦娘给大家准备一些宵夜，我们一起等着楚上元吧。请。好，走。何人约我来此？还不速速现身！尊驾既然来了，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？各位大人，长孙大人，你这是到哪儿去了？下官方才有点困，回厢房打了个盹儿。这个时候你还真睡得着啊？干嘛睡不着啊？我又不是凶手。大家都饿了吧？快起来吃点东西提提神。哎呦，饿死我了，秦娘。二宝，多吃点啊。好嘞。诸位大人也吃点吧。少爷。有劳秦娘了。大人，您不必客气。哦，小姐怎么样了？还没醒。姐姐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已经熬了药了，马上就给她送过去。那我送吧。不必了，公子就在此歇息吧。这些事儿还是让我们下人去做。还是我去送吧。庄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，都是我这个当义父的错。大人，你也不必太过自责。我相信狄公子和王公子一定能抓到凶手的。那这里交给你们了，我去陪陪静秋。哎，大人。哦。药。
姐姐怎么样？哦，已经退烧了，估计明天。上啊！五子，武康拳！大人，这就是我们丢的那匹马，这是上元的马呀。好，如果楚上元把马拴在这里的话，大人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走。楚上元，上元，楚上元。这是不好。哎，这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渊威谷的宝藏？不错。哦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云芳。1、2、3。上元，你看，这里有个字。长孙润泽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竟然是你！不可能的，这是栽赃陷害的。狄公子都已经说我不是凶手的。好你个长孙润泽，你跟我说，是不是长孙无忌让你干的这一切？我拼了这条命，也要为我儿讨回公道。人真的不是我杀的，大家要相信我。我要为大成报仇！我杀了我！救命啊！现在，就连死者都在指证你，你又作何感想？我冤枉的。来呀，把他给我绑了！好，我冤枉的。带走！冤枉啊！怕什么来什么。查到凶手了吗？是长孙润泽。
是他。这次人赃并获，待回京之后，我倒要看看长孙无忌如何解释这一切。又死了一个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是，把太傅扶回去，快！诺。慢点儿。这狄仁杰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少爷，刚刚还在啊。人是死于3个时辰之前，致命伤就是胸前的这个伤口，全身上下再没有其他的伤，可见是一击毙命。3个时辰之前，那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等候的时间。这不太合理吧？你想一想啊，那个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山庄里面，根本不可能有时间跑到山洞里面去杀人，这不可能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难道这冤尾谷里真的有女鬼？如果真的有鬼，第一个杀了你。给。狄仁杰，你去哪里了？去木桥了。去木桥干嘛？找真正的凶手。你也不认为凶手就是长孙润泽？不是他。他是被陷害的。哎，小虎，可是那个地上他明明就写了一个“长”字啊。那是凶手用的障眼法。那你认为凶手应该是谁？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。怎么可能？人是在3个时辰之前死的，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大厅里等候，怎么可能会有人去杀了主上元？除非我们这些人里面有人会分身术。凶手不是用分身术，只是玩了一个时间的把戏。二宝，孟瑶，去请各位大人吧。诸位，请跟我来。小虎，你在干嘛呀？我都快冻成冰块了，冷死了。冷就对了。啊！狄仁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别卖关子了。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个渔网，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应该说是烧焦的渔网。烧焦的渔网？真的有股烧焦的味道。因为刚刚被烧过。这和你说的那个时间把戏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凶手趁着我们在厅堂休息的一炷香时间，从木然山庄跑到鸢尾谷，把楚尚元杀害。从木然山庄到这鸢尾谷，
来回需要一炷香的时间，但是在这时间之内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厅堂里休息，怎么可能谁会跑到这木然山庄，将楚尚元给杀了？因为有一个人离开过。江大人，狄仁杰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敢信口开河？还不快给江大人赔礼道歉！爹，祭酒大人确实给静秋送药的时候离开过厅堂，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他怎么可能从木然山庄来到这鸢尾谷，将楚尚元杀死之后？ 再折回来呢？因为他走的是桥，不是山道。桥，就是这个桥吗？莫不是江大人长了一对翅膀，从这边飞到那边去的？王大人啊，你就不要责怪怀英了。这2天他着实累得够呛，难免说错话。 江大人确实没有翅膀可以飞过去，但是他有一双手，可以架起一座桥。少爷，来，你要的东西齐了。好，诸位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江大人是如何架起这座桥的。 王公子，是江字，江
是。楚尚元死的时候，用血在地上写了一个“江”字，是江大人把下面的部分擦去，改成了“长”字。这个纯属是你的推断。再说了，那其他的人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作案呢，是吧？这是我在这里发现的，我已经对你有所怀疑，所以回到大厅后，我注意了一下你佩戴的吊坠，然后故意说出我去了木桥。你去哪里了？去了木桥。江大人，这可以算是确凿的证据了吧？哼，狄仁杰果然是名不虚传的。不错，楚尚元是我杀的，高大成和徐子木也是我杀的。义父，这不是真的吧？江大人，你的体重怎么可能把高大成吊起来呢？江大人的体重确实不能吊起高大成的尸体，但如果他抱起高大成房间里面的一块石头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至于杀死徐子木的手法嘛，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了吧？就是祭酒大人偷了秦娘的钥匙，打开库房，然后把那袍子拿走了吧？正是。不，钥匙不是蒋大人偷的，是我亲手给他的。亲娘，亲娘，你为何如此啊？为何？因为我不想让你义父这20年都在痛苦中煎熬。20年前，当你爹和你娘相恋的时候，同时有一个人也深深地爱着你娘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他就是你义父。他甚至比你爹更加爱你娘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杀死了杜明义，也害得木然走上了绝路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会是真的。当年那个混在山庄里的木匠，
应该就是你。对，是我。你杀了杜明义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为了防木然。可你为什么要杀高大成、徐子木还有楚尚元呢？他们都是倾慕静秋小姐而来的，和你并无冤仇。哼，那几个窝囊废，静秋要是嫁给他们，绝对不会幸福。所以之前，我给他们每个人都寄了一封信。我企图用鸢尾谷女鬼的传说来吓他们，但是这3个人早已利益熏心，根本就不为所动。再加上山庄发生黑蛇、放火事件时，3个人互相猜疑的失态表现，让我对静秋的未来更加担忧。所以这才痛下决心，一定要把这3个人全部干掉。